居然真的是金丝！灵珊，你一定要记牢，头发会化为金丝这个秘密，绝对不能透露给外人知道，连最亲近的人也不行。要是走漏了风声，必定招来大祸，明白了吗？娘什么都不图，只盼着你能安安稳稳的长大，把金丝的秘密藏好，保全好你自己，这才是保命的根本。孩子的眼珠子亮得吓人，好似镶了2颗宝石一般，该不会是妖孽？我就这样在旁人古怪的目光中一天天的长大，一直到我满6岁那年，来了个老和尚登门讨一口水。善哉善哉，这女娃的眼睛十分怪异，被她目光扫到的地方就会招来灾殃。若想保全家宅安宁，唯有废掉她这双眼才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谁也不许动我的女儿！父亲那时候对母亲多少还残留着一些情谊，最终还是向母亲让了步，仅仅用一条白绫将我的双眼遮蔽住了。打那以后，年仅6岁的我便时时刻刻都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之中。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正是那连天子都忌惮3分的国运之女，整个国家气运的承载者。都是因为我这双与众不同的眼睛，爹娘之间的矛盾日渐激烈。父亲索性又娶了几房小妾，不到2年便添了好几个庶出的弟妹。母亲一门心思全放在我身上，根本不愿理会父亲。但那些小妾见母亲从不计较，便越发嚣张跋扈了。姐姐，瞧瞧我肚子里怀着小少爷呢，往后在府中的地位可得另当别论了。扫把星，就是你把你母亲克死的！来人，把这个丧门星给我压下去，关起来！果真是个讨人嫌的冤孽。幼小的我根本不懂，所谓的灾星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只明白，我那心狠的父亲想要毁掉我的眼睛，爷爷奶奶同样对我厌恶至极，甚至府里的仆人也瞧不起我，唯独母亲是发自肺腑的疼爱着我。虽然我和盲人没什么两样，但我脑子并不糊涂，我清楚母亲已经不在了。继续留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神府，无异于坐以待毙。于是当晚我就逃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便是国师，而你正是我苦寻了10载的弟子。就这样，我拜入了国师门下，师父领着我进了皇宫，将我安顿在了星辰宫里。灵珊，多用些。师父待我极好，连和我说话时都刻意把语调放轻放慢，仿佛担心会惊着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把我当作祸害，也没有人会在我的饮食上克扣刁难。我穿上了只有星辰宫弟子才有资格穿的白袍，只觉得这是天底下最漂亮的衣裳了。师父告诉我，我并非凡俗之人，而是天地间至纯灵气凝聚而成的存在，承载着整个杞国的国运。通俗的讲，你便是国运的化身，天生拥有一双天眼，能识别中间善恶，预知吉凶祸福。倘若你遭受了委屈，这天下便会灾祸连连；倘若你遭遇横祸而非善终，那杞国的国运就会彻底终结，国家也就到头了。师父，那您又是如何得知我便是国运化身的呢？我看上去跟寻常孩童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呀。灵珊，你可知晓我杞国缘何能成为天下头等强国？正是因为我杞国开国君主的妻子，便是一位承载国运的女子。身为国运之女，你的安危甚至比皇帝还要近，绝不能以身涉险，更不能让身份暴露。趁着陛下外出巡尚未回宫，师父便专门为我操办了一场隆重的拜师仪式，正式成为了国师的门徒。我在这宫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一般的宫人都不敢招惹我。
因为师父对我实在太过优待。有些工人甚至在背后悄悄嚼舌根，猜测我压根就不是什么国师门徒，而是陛下散落在外的亲生公主。要不是国运之女的身份必须严加保密，师父只怕恨不得把我供奉起来，让普天之下所有人都善待我。只可惜好日子总是不长久。来人，把这个小妖精的眼珠子给本宫剜出来！遵命。这里是本宫的地盘，你们胆子不小。多谢二皇子殿下出手相助。原来是二皇子殿下，小的们这就告退。小姐，您身上好烫啊，奴婢这就去禀报国师大人。冷，好冷。陛下，灵山持续高烧不退，全是因为受到了惊吓所致，必须悉心调养，不能再有丝毫刺激。国师尽管放心，朕已经传旨下去，不许任何人搅扰灵山，定要让他尽快康复。等我病好了之后，我才得知，就因为我这一场病，京都接连下了半个月的暴雨，冲毁了大片庄稼。若不是京都地势较高，恐怕连整座皇宫都要被大水淹没了。不止如此，江南那边还爆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蝗灾，漫天蝗虫把大量庄稼啃得精光。堂堂鱼米之乡，今年竟有不少地方面临绝收的窘境。陛下，灵山身为国运之女，入宫没多久就遭到苏妃欺凌迫害，差点丢了性命。如此恶劣行径，倘若不严加追究，只怕会触怒天意，引发众怒。陛下开恩呐，臣妾以后再也不敢了。苏氏藐视国法，迫害国运之女，其罪当诛，赐镌酒一杯，立即处决，钦此。灵山，你的病已经好了，今天跟着为师去觐见陛下，不必紧张。师父，见了陛下要行什么样的礼数呀？不用操心这些，跟着为师去就好了。秋堂姐姐，觐见陛下的时候是不是得跪拜行礼呀？你快教教我嘛。两膝分开跪下，双手叠放，置于身前。多谢陛下。陛下，让您看笑话了。灵山年纪尚幼，不太懂礼仪，心里头有些忐忑。无碍无碍，灵山姑娘年纪还小，用不着讲究那些繁文缛节。国师费心了。说起灵山姑娘，正耳闻她在被国师接回兴成宫之前，日子过得很是艰难。陛下说的没错，灵山此前的确吃了不少苦头。灵山姑娘受委屈了，朕拨2名御厨、2名太医给兴成宫，专程替你将身子调理好，一定要让你健健康康的。老奴领旨。臣叩谢陛下隆恩。朕再赏你1名随身暗卫，时刻守护你的安危。从此以后，暗卫只听你一个人的差遣。属下拜见灵山姑娘，誓保姑娘一生无虞。多谢陛下。奉陛下圣谕，赏赐灵山姑娘金银珠玉100箱，锦缎绫帛1000匹，将兴陈宫2间库服尽数填满，钦此。臣替灵山叩谢陛下厚恩。如此丰厚的赏赐，即便是皇帝陛下最疼爱的大皇子也未曾得到过。很明显，陛下是看在我国运之女的份上，才给出了这般厚赏。起初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劲。这是朕随身的贴身之物，你仔细收着。灵山，见此玉佩，便如同朕亲临，在宫中你无需对任何人行礼。竟然无需向任何人行礼，我隐约察觉到了异样，却又说不清到底是哪里有问题。直到我回忆起师父曾经讲过的一段话，杞国开国君主的妻子正是一位国运之女。杞国的开国君主，世人尊称为启明帝。他出身乞丐，生于兵荒马乱的年代，却一路顺风顺水地登上了帝位，留下了无数传奇事迹。然而启明帝的皇后却显得十分神秘莫测，就连茶楼中的说书先生谈起这位开国君主的皇后时，也往往只是草草略过。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整晚都没能合眼。天一亮，
我便急忙跑去找师父求证。师父，您说过那位开国帝也是国运之女，皇帝陛下他不会打算让我做妃子吧？灵珊，别着急，先坐下来慢慢讲。我暗暗祈求，可千万不要啊！皇帝都30、40的人了，我虚岁才不过11而已。灵珊，为师明白你心中所忧，你且放宽心，陛下不会纳你为妃的。若无意外，日后迎娶你的将会是某一位皇子。那会是哪一位皇子呢？灵珊，你中意哪位皇子，哪位皇子便能成为太子，而你则会成为太子妃，将来便是我大齐朝的皇后。你本就是这世间最高贵的女子，理应拥有这世间一切最好的东西。少公主，请用膳。你为何唤我少公主？您乃星辰宫的传人，理所当然便是少公主。你叫什么名字？恳请少公主赐予名号。那我就唤凌霄吧。凌霄，过来跟我一块用膳呀！好的，少公主。凌霄武艺高强到令人憎舌，只不过性情有些冷淡。我因为有了如此厉害的护卫，心里高兴极了。师父，就让凌霄也留下来一起听嘛，好不好呀？你呀，真是拿你没辙。罢了，让他留下吧。横竖凌霄这一辈子只会认你一个主子，多学点本事，将来也好为我分忧。灵珊，你当真是过目不忘，天资精语啊！师父谬赞了，我不过是记性稍好一些罢了。灵珊，你身为国运之女，肩负天命，世间万物都会庇佑于你。伴随着我一天天的长大，齐国的国运也越发鼎盛，连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灵珊，齐国能有今天的繁盛，全仰仗于你。陛下过奖了，这本就是臣女应尽的职责。然而国运之女的身份所带来的不只是权势与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的一言一行，不管是身体上的变化，还是情绪上的起伏，全都牵动着国运。为了稳定国运，我几乎足不出户，每天除了跟着师父研习功课之外，鲜少迈出星辰宫的门槛。但即便如此，15岁行完千里那年，我的名号已经传遍四方，无人不晓。星辰宫中有一位唤作沈灵珊的少女，姿容如同仙子下凡，乃是国师大人的关门高徒，如今已经正式继任为星辰宫的少公主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得到了国师大人最为擅长的卜算与医术的真传。虽然我背后没有家族势力撑腰，却有国师做我的靠山。一时之间，争着抢着要替自家公子上门提亲的贵妇们，险些把星辰宫的门槛都踩烂了。少公主，我家公子相貌堂堂，才学出众，跟你简直是天作之合。可我注定是要嫁给皇子的，那些夫人们注定只能空手而归。不过说实话，皇帝陛下和宫中妃嫔们的容貌确实都相当出众，所以各位皇子生的一个比一个英俊，我随意挑一个都很般配。可我偏偏就相中了二皇子萧云锦，大皇子萧云硕，年方18，如其名号一般，性格刚正不阿，棱角分明，做事风风火火，决断果断。况且她是皇后嫡出，身份高贵，占了嫡长的名分不说，皇后的娘家父亲还是朝中丞相，极容易争取到满朝文武的拥护，是登上储位希望最大的皇子。二皇子萧云锦，年方16，风度翩翩，对人和善，即便是对仆从也从来不曾打骂过，学识极为出众。可惜的是，二皇子乃宁嫔所出，而宁嫔并不得宠，娘家也没什么权力背景，
可以说他继承大统的希望几近于无。四皇子萧云逸年方15，完全辜负了这个好名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成天爬树、掏鸟窝、逗猫遛狗，玩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活泼好动的性子，论起才学来居然毫不逊色。四皇子乃皇贵妃亲生，而皇贵妃的父亲正是当朝赫赫有名的镇南大将军。倘若有意争夺的话，那皇位还是大有可争的。至于那些更年幼的皇子们，就不必赘述了。照理来说，在大皇子与四皇子之间，我随意挑一个都很般配。可我偏偏就相中了二皇子萧云锦。撇开那次狼狈的初见，我与萧云锦的第二次碰面是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雨下得这么大，你在寻什么东西？我在找自己的玉佩。你想必听过，就是每位皇子都配有的那块。这种事让工人去办就好了，或者等雨歇了再找也来得及，何必冒雨亲自找呢？毕竟是要紧的信物，我还是想亲手找回来。我恍然想起，萧云锦的母妃在宫中并不得宠，想必这位皇子想要差遣工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只好自己亲自出来寻找。再这般淋下去，他恐怕要着凉生病了。他当初帮过我，这回便轮到我来帮他了。我藏在衣袖里的手指暗暗一探算，便知晓玉佩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东南方位。随我来。好，麻烦沈姑娘了。我这双眼睛与寻常人不同，经过师傅的悉心教导，如今我已能够真正驾驭这双眼睛的力量。只需随意环顾一圈，便瞧见前方池塘中有一处地方，正散发着隐隐的紫色灵气。你的玉佩就沉在水底。这池水深度不浅，今天又落着大雨，天又冷，你还是别下去了，改天派个侍卫来捞就是。多谢沈姑娘指引，既已知晓玉佩就落在水中，那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将它找到。萧云锦，当心！多谢沈姑娘，日后云锦定当涌泉相报。你赶紧起来吧，全身都湿透了，小心着了风寒。姑娘，宫中捎来了消息，二皇子落水后得了风寒，一直高烧不退。什么？二皇子如今怎样了？各位太医，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的云锦，这样能把他治好，本宫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宁嫔娘娘息怒，二皇子寒气出入太深，高烧迟迟不退，臣等已竭尽全力施治，但着实不敢保证疗效啊。师父，听说二皇子前些日子落水感染了风寒，太医们都没有办法了。哦，竟有这等事情，那待会儿为师便去二皇子那里亲自为他诊治一番。太好了，多谢师父。姑娘，外头有人求见。哦，何人来访？灵山姑娘，感激不尽，这是母妃特意亲手做的糕点，全当谢礼。二皇子太客气了，不过是顺手帮了个小忙而已，还劳烦娘娘亲自动手做糕点。她的笑容和煦，如同春天的阳光，映照在我的眼底。就这般，来来回回之间，我同萧云锦慢慢的熟络了起来。事后我方才知道，那天他的玉佩之所以会掉进水里，是因为被几个年纪比他还小的皇子联手戏弄。他们把他的玉佩丢进了水里，却骗他说是藏在了假山丛中。那日我碰见萧云锦的时候，他已经在假山群中搜找了许久，浑身早就被雨水浸透了。若非遇上了我，想必他还会一直找下去。我有些心疼他，但也清楚地知道，对于根基薄弱的萧云锦而言，太过出风头并非好事。回想起我刚进宫那会儿，正是萧云锦替我拦住了那些要挖我眼睛的工人，于是我便多照顾了他几分。萧云锦和宁嫔的日子顿时好过了不少。彼此熟悉之后，我发觉萧云锦平日里温润儒雅，举止端正有礼，但私底下偶尔也会流露出几分孩子般天真的一面。他会领着我去御花园划船，偷偷摘莲蓬，会带我去还没竣工的大明宫摘山上的野果，在满天星辰的夜里偷偷放天灯，还会领着我猫在石桥底下钓鱼。这些都是我曾经无比憧憬的，却从来不曾拥有过的童年时光。跟萧云锦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是我此生最欢快的时光。灵珊，这块玉佩送给你，今后的岁月里，它将代替我守护你的安宁。云锦，这支玉簪送给你，但愿你此后平安无虞，我必定与你携手同行。灵珊，这辈子我别无所求，不贪图荣华富贵，也不奢望帝王之位，只愿与你执子之手，白头偕老，永不分离。云锦，我亦如此，这一辈子，心中唯有你而已，毫无悬念，我深陷其中了。我爱上了萧云锦，我选定了萧云锦，就意味着国运选定了萧云锦。原先3位皇子身上的帝王紫气都旗鼓相当，可打从我对萧云锦心生爱物的那天起，萧云锦身上的帝王紫气便愈发浓重，国运对萧云锦的垂青格外厚重。在国运加持之下，萧云锦不论做什么事都顺风顺水，再加上有我替他运筹帷幄，积攒家业，结交朝中重臣，萧云锦的势力渐渐壮大了起来。恰好北方边疆动乱，奉旨北伐的定远大将军陷入困境，3位皇子奉命前去驰援。我把师父的情报人脉分了一部分给萧云锦，不出所料，萧云锦一路上运筹帷幄，百战百胜，甚至将大皇子萧云树的锋芒远远地压了下去。被国运青睐之人，战无不胜，大帝便是如此。启禀陛下，北疆战场传来喜后，二皇子萧云锦调兵遣将，如有神兆，已成功解除定远大将军之围困，大破敌军，连连告捷。好，好极了！萧云锦果然没有辜负朕的期望，不愧是我皇家儿郎。二皇子萧云锦北征有功，胸怀社稷，兼有国运保护，特此册封萧云锦为皇太子，另册封灵珊为太子妃，许配太子，相辅相成。臣女领旨，叩谢陛下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云锦，我已把嫁衣准备妥当，只等你来迎娶我了。太子妃，礼服已经收拾停当，这支玉簪跟您实在般配得很。小姐，属下得到消息，太子殿下在北方战场上似乎跟定远大将军之女穆青衣有些往来。他在北方统兵作战，跟定远大将军有所接触，本是在所难免，没什么好奇怪的。我才不会为了这点芝麻小事心生醋意。但我做梦也没料到，我满腔的信任，我全部的期望，到头来竟然全都付诸东流。萧云锦班师回朝的时候带回来的，除了一身功勋，竟然还有一个女子，正是定远将军的千金穆青怡。我自然是不痛快的，但常年修身养性的功夫，让我格外能沉住气。实际上那时候我已经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但我深知2个人的感情需要相互的信任来维系，所以并没有急于质问。我暗自宽慰自己，或许是定远大将军不忍心女儿在北方苦寒之地受罪，所以才特地托付萧云锦将她带回京城安顿罢了。可萧云锦将穆青怡妥善安顿在定远大将军府之后，又去拜见了他的父皇和母妃，甚至还去探望了几个兄弟姐妹之后，他竟然也没有来找我。然后在他回京的第5天，他才终于来见了我。然而等待我的却不是情人间的柔情蜜意，而是一记沉重的打击。灵珊，我跟穆青怡才是真心相爱。这些年来，我整颗心都牵挂在你身上，从未有过丝毫的异心。你是不得宠的皇子，手中没有银钱，身旁也无人相助，这些我全都看在眼中，记在心头。是我一直殚精竭虑地替你筹谋，替你支撑这一切，只为让你有立足之地。是我一点一滴地帮你攒起了丰厚的私产，又借着新成宫少公主的名号替你搭桥铺路，联络朝中大臣，
只为给你积累足够的实力。你的母亲宁嫔同样不受待见，大冬天连银丝炭都烧不起，从御膳房取回的饭菜到了手里全都凉透了，那般委屈我全看在眼中，疼在心底。是我去警告了内务府大总管，又整治了御膳房那帮人，只为让宁妃能过上体面的日子，不让你们母子再受那些窝囊气。自打我对你动了心，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你的身影，我所有的心力全都倾注在你和宁嫔身上了，从未替自己盘算过一丝一毫。我深知我所嫁之人日后将成为太子，将继承皇位，所以我做的每一件事，每一次付出，统统都是为了你，为了让你拥有足够的根基站稳脚跟，顺利接掌皇位。可到头来，我所做的一切，我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期盼，竟全都是枉费。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笑话，一个从头到尾的天大笑话。你的野心终于藏不住了，你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萧云锦了。所以你我之间的一切，我们曾经许下的承诺，你是不是早就抛到脑后了？我如今身为太子，若想把这个位子坐稳，唯有穆家才能助我一臂之力。原来你不是忘了，而是压根儿就不放在心上了。权力到底还是胜过了一切。看来你当真不清楚，你这个太子之位究竟是怎么得来的。萧云锦，你可想清楚了，你若辜负了我，便再没有回头的余地。灵珊，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你去找父皇把这桩亲事退了吧。我如今是太子，倘若由我去退婚，对你的名声不好。如此自私自利，还伪装的冠冕堂皇。萧云锦，你要是真心想退亲，就亲自到陛下面上去说。沈灵珊，你别不识好歹，你虽然是国师的弟子，但要当我的太子妃还差得远。你若主动退亲，你我双方都能保住体面。多年情谊，到头来只怪我太单纯了。让我自己退亲，好让你落得个清白是吧？做你的春秋大梦。萧云锦，你给我滚出去！太子殿下请回吧。沈灵珊，你不过是个不祥的商贾之女，也妄想坐上太子妃的位子，自己照照镜子吧，你也配？逆子，方才说的什么？给朕再说一遍。父皇，灵珊，这到底怎么回事？太子说，他与定远大将军之女穆清怡互相爱慕，因此恳求我成全他们。太子当真如此？父皇，儿臣先前年轻懵懂不知事，直到遇见了青衣，方知何为一见钟情。儿臣是真心倾慕穆姑娘，求父皇成全。陛下您瞧，萧云锦喜新厌旧，已然不配做灵珊的夫婿了。天底下好男儿多的是，我自会为灵珊觅得良配。此事是朕有愧于灵珊和国师。既然灵珊有意退亲，那么这桩亲事就此作罢吧。多谢陛下，陛下当即拟下了一道旨意，解除了我与萧云锦的婚约。圣旨印上玉玺的那一刹那，我清清楚楚地捕捉到了萧云锦眼底闪过的兴奋之色。尽管陛下没有当场剥夺萧云锦的太子之位，但我跟师父心里都清楚，萧云锦这个太子做不了多久了，用不了多久，陛下就会找个理由把萧云锦从太子的宝座上拉下来。在那之前，就先随他得意几天吧。俗话说得好，爬得越高，跌得越狠。萧云锦退婚这件事，多年的感情化为灰烬。要说我一点不心痛，那是假话。
但既然能被别人抢走的男人，我也懒得去稀罕。所以这次退婚之事倒也没有引发什么特别严重的天灾，只是连刮了几日狂风，吹折了几棵大树，接着又下了几天倾盆大雨，所幸并无人员伤亡，庄稼减产的程度也不算太重。凌霄，你安排人去监视萧云锦的一举一动，每日都要一五一十的向我禀报。属下领命。萧云锦做的那些事，简直让我恶心到差点吐出来。他跟我退了亲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跟穆青义成双成对，那真叫一个卿卿我我，形影不离。而萧云锦的母亲宁嫔也展示出了准婆婆迎接儿媳的万分殷勤。每次穆青怡到宁嫔宫中走动，宁嫔都会掏出平日里都舍不得动用的积蓄，专程去御膳房购置昂贵的菜肴来宽待穆青怡。可笑的是，宁嫔从前对我不冷不热，我还以为宁嫔对所有人都是这般态度呢。毕竟就连皇帝驾临宁嫔宫中的时候，我都没见宁嫔这般热情过。你去传话给御膳房和内务总管，就说宁妃宫里的供奉全部恢复成从前的旧例即可。遵命。放肆！这些饭菜通通都是冷的，你们御膳府是存心慢待本宫吗？本宫如今可是太子的亲生母亲，身份可早已不同以往了。你们竟胆大包天到如此怠慢本宫，这口气本宫绝咽不下。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对本宫的母亲如此无礼！今天你务必给本宫一个交代。本宫堂堂当朝太子，你们也敢如此搪塞？太子殿下，各位主子明鉴，奴才哪敢搪塞敷衍？饭菜在送出的时候都是滚烫热乎的，定是宫中的宫女懈怠了差事，耽搁了取餐的时辰，才致使饭菜变凉了，跟御膳房实在没有干系啊！你这件事暂且搁置，要是还有下次，绝不姑息。老奴谨遵吩咐。这都是些什么？本宫堂堂太子生母，竟然吃这样的饭食，太放肆了！你们居然如此敷衍本宫！殿下消消气，近来宫中物资紧缺，加之御膳房人手短缺，才会有些许怠慢之处，绝非奴才们有心为之。况且殿下刚刚荣升太子之位，理应重样节俭，给满朝文武树个榜样才是。你们这群人！萧云锦作为刚上位的太子，是不敢太过放肆的。一旦被人抓住把柄，极有可能遭到朝臣们的弹劾。他大约从来都不曾正眼瞧过那些宫人，所以他也不明白，很多时候恰恰是这些在宫中伺候的宫人才最清楚不过谁才是这宫中真正说了算的人。虽然名义上我只不过是星辰宫的少盟主，但明里暗里各种赏赐和超乎寻常的待遇早已远远越过了我的师父。说句不太夸张的话，宫里所有的皇子公主加在一块儿，恐怕都比不上我所想的殊荣。夏天的冰块向来都是第一个供给我的，冬天品质最上乘的银丝炭也归我专享，就连各地进贡的瓜果蔬菜奇珍异宝，头一份统统都先送到我这里。尤其是萧云锦跟我退婚之后，皇帝陛下深感愧疚，唯恐我因为这桩事心里不痛快，情绪低落引发天灾，于是各种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玉器文板如同流水一般的往星辰宫里送，我的库房都快堆不下了。我和萧云锦之间的事已然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好在皇帝还算懂事，我收到了足够多的补偿之后，决定不再跟萧云锦计较了，就全当那些年的一片真心全都白费了。毕竟一想到萧云锦很快就要从太子的宝座上被赶下来，我心里还是挺痛快的。于是除了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之外，我成天都在琢磨哪家酒楼的菜最地道，哪个地方最好玩，日子过得悠然自得。这段时间我不必再为萧云锦那个忘恩负义的混账操心谋划，感觉整个人都松快了许多。而萧云锦失去了国院的庇佑之后，可以说是天天都在走背子。来人呐，快来人呐！现在我就坐等萧云锦被踢下太子之位，那绝对会是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萧云锦，御前失仪，有失储君体统。陛下，即日起，废除太子之位，贬为平民。臣是被冤枉的，
臣并未御前失意，恳请陛下明察。不，凭什么？我心有不甘，我的太子之位！大人，求您拉我一把，替我在陛下面前说说情。我真的是被人陷害的，我不甘心就这么被废掉啊！殿下，不，萧公子，此事干系重大，老夫实在爱莫能助啊，还请萧公子好自为之。为什么？他们分明答应过帮我的，为何全都变了光？劳驾通报一声，就说萧云锦求见大人。我家大人外出不在府上，还请公子请回吧。求求你们，让我见穆老爷一面。转告门口的萧云锦，我穆家与他没有半分关系，日后不必再登门了。青姨绝不可能嫁给这个废太子。多谢青姨，今日我定要杀入皇宫，把属于我的一切夺回来。去吧，萧郎，穆家的兵马尽由你调度，可别叫我失望了。将士们，跟我冲入皇宫，夺位登基，荣华富贵，人人有份。我不甘心，凭什么要废除我的太子之位？杀！都给我杀！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统统夺回来！切记，必须把全部皇子统统骗到西花院去，千万别惹人起疑。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是，娘娘放心。动手，一个活口都不留！你们想干什么？宁嫔娘娘呢？少中主，大事不好！萧公子杀进了皇宫，皇子们全都被杀害了。师父，皇帝被萧云锦围困在上书房了，事态紧急，我们兵分两路行动。好，你放心，我马上去调集兵马，你万事多加小心。全部解决干净了，没留下一个活口。做得好，如此一来，云锦前面的路就彻底扫清了。你去转告他，就说我掌握了一个秘密，关乎他能否登上皇位的秘密。啊，这可万万使不得！萧公子有吩咐，不许任何人前去打搅。赶紧去，出了任何事由我来担着。让沈灵蒋进来见我。是。奴才这就去请沈姑娘进来。哟，这不是新成宫的少宗主吗？怎么着，是来观看我家萧郎登基殿典的？灵珊，这个逆子说的都是真的吗？朕的皇儿们都不在了吗？陛下，陛下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何必再自欺欺人呢？陛下，他所言句句属实。所有的皇子都已经遭了毒手。不，这不可能！朕的孩子们！陛下，识趣些，把皇位传给我，尚能给你留个全尸。正是，陛下，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你已经走投无路了。朕绝不会把皇位传给萧云锦，这个畜生，杀了朕的骨肉至亲，心如蛇蝎，无所不用其极，朕恨透了他。萧云锦，你现在悬崖勒马还不算太迟。哼，收手，沈灵珊，你是在说梦话吧？听说你在卜术方面已得了国师的真传，不如今天就替我卜上一卦。我若登上帝位，杞国能否千秋万世？皇位之事，顺应天意者得之，违逆天道者失之，不可妄加断言。哼，什么国师的真传？不过就是一个江湖骗子罢了。清溪说的对，无非是些旁门左道的把戏而已。是非对错，自有苍天裁决，逞口舌之力，毫无益处。缴械投降！正如我先前所言，你们若是配合，最优不过首领将领被处以斩刑；但你们若是冥顽不灵，
那必定会被连根拔除，一个不留。我的皇子们全都没了，全没了，统统都没了，就剩下云烬了，就剩下这一个逆子了。逆子，当真是作孽呀，作孽呀！陛下，还请保重龙体。国师，还有灵山，朕不甘心把皇位传给萧云景那个畜生，可还有别的法子吗？陛下正值壮年，日后皇子总还会有的。倘若陛下等不及的话，那就只能从皇室旁支宗亲中过继一个子嗣了。不，朕不要过瘾，朕还有一个骨血散落在民间。若陛下所言属实，那定是有高人替那个孩子遮掩了天机。我竟然推算不出来。我粗略地推算了一番，按照当年皇帝陛下南巡的时间来推算，最终推断出，假使那位小皇子平安长大的话，大约比我年长1-2岁，正好到了婚配的年纪。太好了，太好了，朕这里有他的住处。当年朕南巡之际，他一心向往自由，打死也不肯随朕回宫，却万万没想到造化弄人，他竟为朕保全了这最后一位骨血。这件事距今已过去10几个年头了，要查探本就不容易，加之此事还必须严守秘密，我实在不敢把它交给旁人去办。还有我将来要嫁给太子这回事，光是想一想，我就觉得头疼的不行。凌霄察觉到我心绪不佳，接连好多天跑到御膳房去偷各种小糕点给我。陛下的份例，皇后的份例，甚至太后的份例，他全都偷了个遍。我喜欢吃的蟹黄酥、桃花糕、玫瑰饼、小鱼糕，一叠接着一叠的往我这儿送，我照单全收。结果才不几天就长了2-3斤肉，全都是你的功劳。没法子，我又连续吃了好些天的素菜，才把多出来的分量减回去。不过经这么一折腾缓和，倒觉得也没那么难受了。凌霄，你认为被人安排好的一辈子，算不算是一种悲哀？安慰的人生，同样是一条早已注定的路。但属下以为，能够守护自己想要守护的人，本身就是一件莫大的幸事了。您是为了那位散落在外的皇子之事而忧虑吗？萧云锦算是我看走了眼，但不管怎样，撇开那些野心不算，他也算得上是京城中屈指可数的风流公子，才学品行也都说得过去。从前我好歹还有得挑。就算萧云锦是个薄幸之人，我还能另择其他皇子，可眼下可供选择的人选就只剩下一个了。但一位在外面长大的皇子，成长过程中变数实在太多了，谁又能知道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万一是个粗鄙之人，或者是个混混……少公主，夜深了，您该歇息了。我手下的人手，到底还是没能查到那位皇子的下落。我决心亲自走一趟。有凌霄同行护卫，加上我有国运傍身，师父跟皇帝陛下对我的安全都十分放心。倘若那流落民间的皇子果真是个不堪之人，
你不许擅自做出什么举动。届时我自有法子解除这桩婚日。你是我身边至关重要的人，要是因为那种不值当的人，害我失去了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好过。属下明白，少公主。依照皇帝陛下提供的线索，我们找到了当年那位女子曾居住的地方，但那里如今只住着一家3口，其中的男子生得格外俊朗。这宅子啊，原先是这后生妹妹的，后来他妹妹不知所踪了，再没了消息，族里便做主把房子给分了出去。那个男人竟然跟凌霄有着8分神似，凌霄同样大感震惊，那样的相似程度早已超出了巧合所能解释的概率了。我完全确信，倘若凌霄再老上20年，必定跟这个男人长得一模一样。这后生跟他妹妹是一对双胞胎，小时候长得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模一样。我不由自主地望向凌霄，这张面孔，假如凌霄的容貌是诚实了他母亲的话，那他极有可能就是皇帝陛下散落在民间的皇子。我内心充满了震撼，连忙掐指推算了一番，那小院里一家3口跟凌霄之间的血脉关联，这一算不要紧，我发觉凌霄身上的确笼罩着一重看不分明的迷雾，大致能算出个方向，但始终模模糊糊算不透彻。这一算不要紧，这种感觉我再熟悉不过了。我愣愣地注视着凌霄，凌霄也同样一脸茫然地回望着我。最后我在凌霄身上发现了一枚护身符，正是这枚护身符遮掩了凌霄的天机，令我无法推算清楚。护身符摘掉的刹那间，凌霄周身爆发的紫气差点晃花了我的双眼。果然不出所料，凌霄正是那位散落在民间的皇子。自打挑明了这层关系，我跟凌霄之间的氛围就彻底变了。他注定要成为太子，而我注定要做太子妃。你在我身旁这么多年，我居然从没想过要给你算一卦，否则早就该发现蹊跷了。那时候我年纪太小了，对母亲已经没多少记忆了，只依稀记自己是被人卖进安卫营的。你的母亲还在世，只是当年失去你之后，她承受不住打击，险些崩溃。她寻找了你很多年，最终遁入空门，做了尼姑。我跟凌霄顺利找到了他母亲栖身的那座尼姑庵。娘亲，娘亲！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我和凌霄带着他母亲离开了尼姑院，在京城寻了一处宅院安顿下来。听说萧云锦即将被处决，我特意带着凌霄去萧云锦面前走了一遭。萧云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位便是当今的皇子凌霄，也是将来的太子，而我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我们不日便要订婚。萧云锦，当初你什么都无需做，只要遵守与我的婚约，便能稳坐太子之位。偏偏你被权欲冲昏了头脑，如今可后悔了？不可能！太子明明是我，沈灵珊，你这个毒妇，你这个杂种，我不甘心！瞧着他们满心不甘的模样，我嘴角微微上扬，与凌霄并肩转身离去。岁月安然无恙，而我终于等到了一个一心一意待我之人。凌霄，这天下到底还是你的。我和凌霄完婚后不到2年，陛下便退位做了太上霍，仅在暗中给凌霄一些指点，不再过问政务。凌霄登基称帝，而我自然也就成了皇后。我离家已有多年，想回故乡去看一看。我陪你同去。父亲，我快要病死了，没有银子买药，求您念在父女之情，给我5两银子治病。此后
我绝不会再来烦扰您了。触眉头！你这个扫把星，给我滚！别玷污了我神府的门面！把这2个晦气鬼乱棍打死，别留着败坏了我们神府的声誉。没错，打死算了，就当从来没有生过这个孽障。满门抄斩！对陛下和皇后娘娘大不敬，还妄图行凶，看来这神府也没有留着的必要了。满门抄斩！就当从来没有生过这个孽障。真是遗憾啊，神府1年能赚数万两银子，你们却连区区5两都舍不得拿出来。方才但凡待我好1分，神府就能有一个做皇后的女儿和一个做皇帝的女婿了。灵珊，他们算不上你的亲人，我才是你真正的家人。记得替我把当年推我母亲下水的那个欺世凌迟处决，1刀都不能少。这是当然的。我在京都觅了一方风水上佳的宝地，将母亲的灵柩迁了出来。娘，今后我会常常来看望你。你再也不必受任何委屈了。而神府自然成了启国立国以来最大的笑话，被载入了史册，遗臭万年。后来我与凌霄育有5个孩子，4子1女，启国也在我们2人的治理之下，国力鼎盛，万邦来朝。臣等恭迎启国皇帝皇后陛下，愿启国盛世绵延，四海归心。凌霄终生未曾纳妃，我们相爱了1辈子，传为后世佳话。灵珊，此生有你便已足够。我亦是如此。